真实的乾隆。很难在一个影视剧里面把一个人物写得这么的全面，给你很多空间去发挥。全剧我觉得最难演的就是乾隆，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面向的乾隆。纵观啊，就是古今中外，权力最大的一个人就是乾隆皇帝，他执政了60多年，然后他掌握着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帝国。我觉得他是一个文治武功十全的老人。乾隆爷是一个琴棋书画的才子天子。这一窑烧得好啊，釉色均匀，色泽剔透。其实这个霍建华身上有这个乾隆的这种感觉，有一种儒气。他会跟我们以前看到的一些影视的一些作品，一些帝王会有些不一样。他是一个清高的、自怜自爱的人，所以他很像临水照花的水仙。他很人性化，他有缺陷，他有优点，他有做不好的时候，他有荒唐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人，他塑造了一个不一样的乾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帝王的一个形象。如果说观众能够有那样的高度去认识乾隆的这种复杂性的话，那最好。我觉得乾隆是一个多疑又多虑的一个人。和皇后那些话，处处针对前妃，朕不能不猜疑。可能作为一个帝王，他就避免不了有这样的性格，所以他害怕别人操控他。朕身边可信的人太少了，看来朕的后宫啊，得好好调理。所以他才对我怀疑了这么一辈子。他有一定的恐惧，说你会不会是太后让你来做些什么？臣妾得以陪伴在皇上身侧，臣妾真心感激太后，但这绝不代表臣妾定会受太后所指。淑妃啊，是不是你和朕的缘分已尽？他的多疑是真的，他对谁都多疑，包括他跟如意青梅竹马那么多年，他都会怀疑他。到底欲来就是？都是因为皇上耳根软呀，听其他嫔妃包括我说一些事情。我觉得疑心对于皇上来说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伤害。一方面他渴望人理解他，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让别人知道太多他心底的事。在前朝他要制衡，包括回到后宫也是要兼顾嫔妃们后妃们的家族利益，他其实活得蛮累的。从多疑的角度来讲确实也是他本身政治人物的一种心境使然吧。因为他如果没有如此的细心，没有这种观察力的话，想要平衡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恐怕也比较困难。历史上他是个自负的人，但我可能觉得自负的人，他其实内心潜意识一定是有一点恐惧的。他最恐惧的应该就是乱，因为他怕后宫乱。就按咱们讲，他这个大家一旦乱了，就会影响到前朝。那么前朝一乱，那国家就会出问题。所以我觉得他最怕的应该就是乱，充满了压力，和人之间的那种信任很少，关爱很少，那么他就注定了要为一个国家承担责任。我身处在这个角色里面，我觉得我能够体会他的难处，他的难做的一些地方。他要制衡前朝后宫，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在剧里面，他所有做的决定，我都替他觉得很困难。儿臣为难，为何为难？儿臣做大晋，不做为皇命。所以身在皇家，并不是一切都随心所欲。儿臣明白。生儿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他是统治者。没有一个人跟他有相同的地位，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去真正的表达爱，
去表达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信任。皇上还未全然相信臣妾是清白的。清者自清，若是真查清了，朕定当还你的清白。臣妾信皇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活在枷锁里面的人。历史上他是个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一样的那种感觉。皇上训斥，奴婢心悦诚服。我觉得说渣的话，是因为现在社会女性对戏剧里面这个乾隆的看法，觉得说啊，你今天爱上这个，爱得死去活来，明天又爱上这个。我觉得，因为他毕竟地位跟我们老百姓是不一样的，他毕竟是皇上，一个国家的王，而且那个年代本来就是应该是这样。在戏里的角色来讲的话，他不是很成功的丈夫。他是最爱如意，但是他不是说别人他也不爱，就是博爱。他一定会有很多的这段感情、那段感情、这段感情。他还有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那是他的工作，那是他的任务，必须去完成，由不得你。其实皇上没有那么轻松的当。淑贵太多搞不清贵人多忘事，难怪进入海南。这是许太医、赵太医啊，进来以后两人一会母体不如玫瑰人强健。其实两个都是很棒的演员，对不对？周迅、董洁，两个人的表演状态是完全让我很相信，这是前皇后，这是继后，他们两个表演状态都是在那个剧本设定的人物基准里面。董洁她的形象来讲，还有她的戏，让我很相信她就是孝贤皇后。皇上有事儿，你们一会儿再去养心殿谢恩吧。他会就是很直接的，就是觉得说我是皇后。就是我看文字，哎，再跟他人对上，就是能对上。然后跟我在一起，只要一演戏的时候，就是那种相敬如宾的感觉，就马上就出来了。多谢皇上。那么我跟孝贤皇后的话，可能更相敬如宾一些，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很尊敬她，很爱她。你是朕的皇后，朕自然得敬你，爱你。有皇上这句话，臣妾感激不尽。朗华是一个非常非常贤惠的一个女人，也非常的传统。我觉得她对皇帝的爱那是毋庸置疑的。永莲年幼有好多话，臣妾想亲自跟她说。真实的人物，乾隆皇帝非常爱这个他的皇后，而且由于这个乾隆13年的时候，朗华就他这个皇后去世，给了这个乾隆非常大的一个打击。乾隆这一部分其实最主要的话，或许乾隆是拿朗华和如懿比较。如懿是一开始跟乾隆就有爱情，她是得到乾隆的爱，其实朗华没有。乾隆和孝贤皇后是夫妻之间的真情，谢皇上赐予永然后跟如懿之间呢，会有恋爱的感觉。如懿更不用说了，我们这一路经历那么多事情，那么我跟她的状态可能跟董洁相处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更生活一些。跟如懿一路走来，有欢笑，有泪水，有互相误解，有意见分歧，然后有甜蜜。其实挺享受在这个里面我把她封为皇后的那个阶段我们感情很好，那种状态是我很喜欢的两个也不是很年轻的时候，是大概到了接近中年。互相理解，然后我也看着她一路路走到皇后之位，那个阶段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乾隆有很多的孩子，每一个孩子他的爱的程度不一样，但始终都是父亲，都是父爱。因为我是皇阿玛的第一个皇子，所以他比较额外的喜欢我和疼爱我。想吃什么？樱花土豆。好，朕叫人给你做啊！乖，朕看着儿子快快长大，可以为朕分忧。我觉得我跟皇上其实更多的是君臣，君臣的东西大于太多父子。这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百姓得到温饱，民心就能安定，
家国才能安稳。花把召回而成劳监。老得在皇阿玛面前显示自己。此次征调粮食之事，朕听说你们俩很用心啊。回皇阿玛，当日湖北、江西急调米粮已经到了江南，只是灾民越来越多，而这就近拨米，就是为了防止饥民生事。皇阿玛要夸我呢，我还得装作很谦虚，其实很开心，还要装作其实没有，不才，这种感觉。他对每一个阿哥也好，公主也好，他都是寄予厚望的。你是朕的第一个儿子，你一定要好好争气，才能给弟弟们做表率，知道吗？这个第一场戏的时候，就是皇阿玛握着我的手写字。当时我给我妈妈看我这个手，我高兴了一天。这种感觉是蛮好的，就是说演一个父亲，然后去跟这些年轻的演员相处。李煜，给他买一点粉椒鸡。是皇上。听说你皇阿玛给了你宝亲王的封号，又定了你的婚事，双喜临门。如今额娘看着你，才觉着你真是长成了。乾隆对太后是非常之孝顺，每日的像这个晨昏定省啊，就是都按规定去的。儿子请额娘安。你小义来说，只是一个养母和养子的关系，太后跟皇帝的关系，但是从大义上来说，它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和势力的那种对抗。母子吧，但是又不是亲生的嘛。你说不亲吧，从他们的台词里呀，从他们的戏里、眼神里，也能看到有亲的东西。可是你说真亲吧，但是又真的有一丝丝的防备。正是因为太后也懂得自己的界限在哪里，乾隆也明白，那我要孝顺你，我要表现出对你的这种极度的关心、极度的爱，你也不要去管我这些外朝的事情，那我们就各自保持各自的这个领域，那才能够这个母子和谐。皇额娘，你倒是天天叫，这个叫法，哀家是许久没有听到。在现场的第一次，我就跟他说，这个皇帝只能你来演，因为他眼睛一眨一眨，我就觉得所有的女人都会原谅他。真心就是儿子的额娘。因为太后是从第一集一直到咱们整个剧的最后一集，那到最后我还是在她的身边，所以这两个人的关系其实是很有看头的。这一次的造型来讲也很突破。好了，拜拜我的头发。刚才不紧张，现在还有一点紧张。还好。怎么样？摸一下我有从年轻演到老年的，有胡子没有胡子的，然后有头发白的到没有白的，都有。我是非常满意，我觉得这个造型是非常非常帮助我进入到这个角色里面。他们好像之前有做一个，我其实是，我很怕化妆时间很长，我是一个不太爱化妆的人，也是做得很难受，因为我是做不出的。然后，但是出来的效果非常好，我们的这个特效化妆他们非常用心。稍微加一点跟皇上他又从很年轻演到了70、80岁的这种，等到定妆的时候，包括跟导演沟通之后，他会觉得可能真的就是要做很大的一个区别。圆一点，把他那种气势弱的，你像我们这样基本上是乾隆执政的这一段50、60年的这个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想把它做一个更大的一个对清时期的一个概念。皇上的衣服，然后分为也是几大类嘛，它的常服、它的行服、它的端照，任何一个品种都有很多。然后如果你总共算起来，也有70、80。霍建华来演
演皇帝。这个演员确实很帅啊，他帅到就剩精华了。真的有种想带你的感觉，特别像。我这就是真的很好看，压力很大。有一套小龙袍我穿得很舒服，就是经常穿的一件小龙袍。我觉得那件穿起来很有精神，所以我常常觉得啊，演员真的其实说需要靠造型，因为你扮上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去表演，你就会相信你是那个人，你就会给自己建立一个信心。刚进组见皇上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高冷范儿的。后来慢慢我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笑点很低的人。有一次跟华哥嘴瓢了，这样大家都会嘴瓢啊，很正常，很深情。跟如意说：“朕给你的治疗冻疮的药膏。”然后他就说：“这是朕给你的痔疮膏。”然后咔就笑得不行，就过不去的那个坎。最好的治冻疮的药，来给你擦。我不敢说那个治冻疮的药，我不敢说。印象中感觉好像比较高冷，对吧？但是其实上 ，no， 他不是。他其实很可爱，他非常可爱。然后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你看他整天板着一张脸啊，但其实他真不是板着一张脸，他本人真的挺可爱的，而且特别随和，对所有的人，真的。好了，来，好了吗？怎么有个乱入啊？好可怕！在现场的态度是不会让你觉得他是你平时大家眼里讲说那个位置特别高的人，不是。就是你们家的戏最强的这个皇上了。我知道你要来，在这么等你。华哥人特别好，就是你给他化妆的时候可以跟他去沟通，他会跟你去交流，我们会去跟他开玩笑，他人特别好。他经常都会，比如说有场工的小伙子，然后抬什么东西就很重那种，然后他就会去搭把手，对，都会这样。以前没合作之前，大家都说老干部吧，我合作之后，我觉得他比我想象的老干部要更可爱一些。去唱呢，去唱呢。母鸡呀！他是一个就是那种很欢乐、很快乐的大男孩的感觉。我觉得他还真是挺老干部的，人也非常非常好。然后就是像平常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也是会很考虑大家的一个意见。别闹了。我觉得华哥变成熟了，以前老叫华3岁。极好。这个太逗了。3、2、1。他是我见过在现场真的是特别没有架子。这个不要装了，干嘛装啊？大家很和乐融融的在一起，做一个工作，这就是我们最喜欢的。而且我发现他特别的体贴工作人员。宣布个事儿啊！今天皇上跟咱们一起过大年，给大家带来了红包，谢谢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岁！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经常都会，就是很多事情喜欢亲力亲为，就包括他在现场的时候，经常他的助理就不会在他的身边。自己平常开个车就去现场，也不用助理。他经常都一个人在那转悠。那天在现场说，看着别人的水在咽口水，我说你要不要喝？我说好，一杯水先喝完了。一大早进现场也没什么助理了什么的，自己背个包到那儿换服装，就感觉是这一天的工作要开始了，他就是来上班的那种感觉。今天早餐有早餐，鸡蛋自己做。就是我们可能对台词，因为我们有经常有大戏，一堆人的戏，
然后对台词可能有谁会比较慢点，谁慢，我们永远不会等霍建华，就是他永远是很早就到现场在等大家。对华哥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在苏州拍戏，拍一场大夜，拍到凌晨3点了吧。然后导演特地说先把华哥的镜头切了，想说让华哥先休息。华哥没有哦，半夜3点他坐那说，不行，我要帮大家搭词儿。60题3436连传主义一次 A B C D F T。用上了。皇上有胃口吃东西。怎么？皇上双目微红，眼下发青。我觉得他人特别好，就是特别好合作，他永远在给别人搭词，永远给别人占位置。他非常敬业，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面背词，然后找那个人物的感觉。皇上每天来的时候基本上是不说话的，就一直在看剧本。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戏每天都是从头到尾，然后他永远的那个台词就是一直在背，一直在背。就是那鞋子是这样的，他就把那个剧本就是咔一张塞进去，好，但是开始忘了之后就从那个靴子里面默默看一眼，好，再放进去，特别可爱。华哥其实压力很大，因为他的词很多，而且他的词又非常的难背。很难背的就是些延禧宫啊、咸福宫啊、慈宁宫啊，然后各种你知道。皇后在的长春宫是静修内则，贵妃在的咸福宫是资德合家。然后每一个人的位分，今天是格格，明天是常在，过2天是贵人，最后是皇后，就他不停的在变，而且是有时候是同一个演员哦。不是皇上圣明，对不起，不是朕圣明，贤妃在看大禹治水的故事。我就说。皇上，你太不容易了！我说我真想听你背几句台词。8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楚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一开始觉得说起来没那么自然，不像自己说出来的话比较像是在念台词。即便是背后，若无可以继位之皇，便是背后。因为他跟我很明确的讲过，他都觉得是否自己适合当一个演员。他说他每次到现场都会有压力，都会紧张。我今天能不能有最好的状态来演这个角色？这我也急，因为我有我的难处，所以才会大声。我觉得哪一原本那句是什么？前面是创词，可能压力都大吧。所以他可能一开始有些没有那么容易放得开。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大找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也都在找嘛。经常收工了以后，我们也会约着去放松一下。皇上，您先去哪儿？虽然去延禧宫，你怎么家冷宫呢？但是聊天的话题其实还是离不开《如懿传》，还是在聊这个。他是很正直的，我觉得他是那种，就是说他以后就是肯定是一个倔脾气的老头，你知道吗？对，但是他人非常善良，然后也很有进取心。我觉得周迅在某些层面上给了他很多表演的自信。跟着他一路拍戏，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东西啊？他可以给予你很多东西，去 push 你成长、进步，进入角色。差不多第2个月，慢慢找到了人物的感觉，慢慢喜欢上了这个人物，找到了他的语言的感觉，之后就变得很顺利。我觉得这是一个进入角色的一个感觉。身为公主，娶嫁为社稷安宁，咱们满蒙也有再嫁的习俗。当年董二世也是再嫁失足，才得了皇贵妃之位啊。我觉得他就是进入他那个角色的时候，他很像乾隆，就是跟他平常完全不一样的。那因为我们戏很长，我每天都在扮演这个人物，所以他就会变成跟你合二为一。全剧我觉得最难演的就是乾隆，因为他前后的那种反差特别大。你看都有，他深情的是吧？他那种情窦初开。皇上有什么想呈现的？呈现谢恩。一笔一画的，不是赏赐。是真心，他那种
情感的单纯，然后可是又是一个帝王，他要执政，他要不停地用各种的手段来巩固他的皇权。当你真的身处在这个人物的里面，然后去宣泄你的情绪，还敢谋害朕的皇嗣，祸乱朕的后宫，永远别想有成，继承朕的江山，听完没有？可能里面有人物的情绪，也有我自己的情绪，其实到最后其实分不太清楚，到底是角色还是我。皇上有一场演完了，他就趴在导演肩膀上哭，你知不知道？就是他去见如懿最后一面的时候，我还抱他搂着他哭了1、2分钟，就这样。我想怎么安慰他？从他的情绪上来讲，他已经到了那儿了。他演到最后，乾隆的整个心理路程他已经知道了，包括情感的走向，所以他觉得那个时候确实他特别对不起如懿。事件一次次的发生，他对人物一次一次的理解和了解嘛。对，所以是渐入佳境，然后到最后我们俩说分手那场戏的时候，就是他已经完全不分了。那天拍完之后，我回去以后冷静下来，我回想我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出的结论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对如懿的情感，是我对她的一个心疼，可能不是角色的，是我自己的。你在看他的时候，他就是自发的有那个东西了啊，就那个会是一个很新的体验，而且是一种很兴奋的体验。比如说你思想的记忆点也好，或者是你脸部肌肉的记忆点也好，或者是你情感的记忆点也好，这会是一个新的记忆点。我觉得，就他自发已经有那个点的那个舒适感，他有了。我觉得。他真正注重的心理刻画，尤其到后期，对我每一场戏都让我那个眼神，我都觉得都对、都准，都是我想期待的那个样子。然后你要知道，演员认真去揣摩过，再呈现出来那种层次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就会觉得，哇，原来他挖掘出了人物身上另一面。所以在拍的过程中，你要用很多的情绪，然后有时候拍完一场戏，感觉好像虚脱了一样。虽然是很艰苦，因为你要不断的拿出本事来，掏出来。但是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挺过瘾的，其实挺过瘾的。这部戏，我觉得他可能会更喜欢这个职业。拍完这部戏，你就好像经历了一个非常是别人经历不了的人生，所以你脑海中有很多画面。这种人生的经验不是每个人可以有的。我很庆幸我体会到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的一个喜怒哀乐，他的悲伤，他的快乐，他的不得已，他的悲痛，他的无奈，他的孤独。可能我想听他说话，做一个倾听者就好了，因为他的孤独是，我想是我最了解的，我是里面最了解的人。
今日登基，当行孝仁之道，尊先帝世宗遗命，尊生母钮祜禄氏为圣母皇太后，嫡福晋富察氏为皇后。册立之事，应有礼部正主相待。人孝厚德，无可反言。万岁万岁万岁！走稳当点儿。太后迁宫是大事儿，皇上孝顺，一直在修葺慈宁宫，想必这会儿都妥当了，只等您安享这玉堂富贵呢。景仁宫的丧仪办得如何了？办了，这白事儿怎么能跟登基大典的喜事儿冲撞呢？所以悄悄地办了。走稳当点儿。走稳着点儿。停，落轿。太后，咱们到了。怎么是寿康宫？历代太后所居不都是慈宁宫吗？回太后的话，慈宁宫奉旨修葺，暂时还不能住进去。寿康宫是太妃们住的地方，难道让太后和太妃们挤在一起吗？是，所以皇上特意吩咐了，太后暂居的正殿那布置的是妥妥当当的，一点不比慈宁宫差。皇帝一片孝心。既然慈宁宫在修葺，那哀家等一等，先进去吧。太后您慢着点。儿臣给皇额娘请安。臣妾给太后请安。起来吧。谢太后。都坐吧。从前自己是个嫔妃，赶着去向太后和太妃们请安，如今一转眼自己都成了太后了。瞧你们年轻一辈的，娇嫩的像花朵。太后自己才是那朵开得最娇艳的牡丹花，不像我们年轻沉不住气，都是经不得细看的蒲柳。小嘴巴巴的，会说话。谢太后夸赞，臣妾愚笨，请太后教诲。今日是皇帝登基之后，你们头一回来请安，哀家也有几句话要嘱咐。皇帝年轻，宫里嫔妃也就你们几个，往后不管是人多还是人少，哀家眼里见不得脏东西，你们自己都好自为之。多谢太后教诲，臣妾谨记于心。皇后，哀家和几位太妃们都已经移居到寿康宫了，东西六宫很快就收拾出来了，给你们安居。身为皇后，安定后宫乃是你身应之责。儿臣明白，皇上登基分六宫、定位分、册嫔妃，这些事情儿臣都会一一办好。若有不懂，还请皇额娘指教。除了这个，还有一件事。古来重长子，重嫡子。皇帝已经有了庶长子永璜，嫡长子永琏，还有一子也很重要。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子，已称吉祥，极为贵重。所以你们几个要加把劲儿，把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个皇子好好生下来。是。太后，福建新贡的柚子酸甜凉润的，您尝尝。哎呀，费那么大力气，
拨他干什么？哀家吃不了几口。能入您的嘴，哪怕是一口，也是这幼子的福分。真正有福之人，也不会住在这寿康宫。皇上也是孝心，想把慈宁宫修得舒舒服服的，再让您挪过去。皇帝明里说是孝顺，可暗里一声招呼都不打，就把哀家送来了寿康宫。心思颇难揣测。也是，住在这儿名不正言不顺的，也不是太后的正经居所。要是哀家想早日搬进慈宁宫以正名分，还得借把东风，也看看那个人到底有没有用。皇娘住进寿康宫，没什么不满吧？都挺好的。寿康宫虽然小了一些，但布置也倒雅致。不过慈宁宫若是修好了，皇额娘还是早日搬进去的为好。朕知道你孝顺。对了，皇额娘没有为难青樱吧？没有，皇额娘怎么会为难一个晚辈呢？那便好啊。坐吧，兰花。兰花，你可知这养心殿为何以养心为名吗？臣妾不知。皇阿玛在的时候，常常说起孟子的一句话：“养心，莫善于寡欲。”所以起名为养心殿。这人的欲望啊，一旦多了，是非也就跟着多。皇上身居高位，天下都是您的，自然寡欲养心。但底下的嫔妃、大臣、奴才们，都靠着皇上呢。什么都仰仗着您，怎么能寡欲？所以啊，朕希望你能够管束后宫，让那些无端升起的是非都能消退。如此一来，朕的后宫才可清清静静。臣妾明白，只是臣妾无能，只怕做不好。怎么会呢？你贤惠大度，只要用心做，怎么会做不好？再说了，若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也可多多请教皇额娘。皇上对臣妾的期许，臣妾都记在心里，绝不敢忘。好。皇上，你也累了一天了，早些安置吧。皇后也早些歇息。臣妾告退。王卿啊，奴才在。青樱还在景仁宫吗？这时辰，许是还在。你跑一趟，替朕传句话。给秦主儿请安。这是皇上让您送来的。是。皇上知道秦主儿在此守丧，劳心伤神，特意嘱奴才送来这玉镯参汤，让秦主儿安心养神，保重身子。皇上还说，眼下这局势，秦主儿颇为艰难。皇上从未忘却秦主儿和皇上是心意相通的人。秦主若有不顺心之时，想想皇上这句话，再不顺心也能安心了。皇上的心思我明白了，劳烦王公公深夜走一趟。奴才告退。走。皇额娘，嫔妃位分，您2次都发还回来了，是不是儿臣拟的不妥当？你是怎么拟的，又是怎么改的？你是皇后，事事要思虑周全。皇额娘是不满意乌拉那拉氏的位分，儿臣未能及时明白皇额娘心意，是儿臣的错，还请皇额娘教导。乌拉那拉氏呢？她在景仁宫守丧3日，今日应该礼毕。
那他应该已经来了。傅家，太后，亲主已经到了，那让他进来吧。皇后坐吧。是。臣妾给太后、皇后娘娘请安。景仁宫丧事已了，姑母今日午后已送去妃陵。景仁宫是你的至亲，按理你要为他守孝3年才是。这样吧，你不必去你姑母陵前，就在前邸待着。吾旨不得出阁院，好好的为你姑母守孝3年。可是要守孝3年，就看他有没有这份孝心了。太后能让臣妾在前邸守孝，已是大恩。臣妾谢恩。皇娘为什么要删掉乌拉那拉氏的位分？清英的名分屡屡受挫，做贵人已是委屈她了。她是朕的侧福晋，封妃理所应当啊。金英妹妹受了景仁宫的牵连，臣妾本想着给个嫔位，等日后逢年节再进封也不迟。可谁知道，还是被皇额娘退还回来。臣妾无奈，只好改为贵人。可皇额娘还是不满意。皇娘划掉她的名字，难不成是不要给她任何位分吗？皇上，皇额娘封清英妹妹住在前邸，让她为景仁宫守孝3年，闭门不出。什么？皇额娘久掌后宫之事，当着臣妾的面便发落了清英妹妹，臣妾却不敢驳回。皇额娘独断专权，连朕都不事先告知，你又怎敢驳回？请皇上息怒。皇上，皇额娘以孝亲为由发落了清英妹妹，这也挑不出错来。不如等过些时日，臣妾和皇上一同去求皇额娘开恩。朕知道了。清英妹妹虽被禁足，但其他人等名位已定，只差分居东西6宫了。皇后酌情安排就是。是。哎，小心点啊！放那边装，装那边吧。轻点放。来，搬过来，搬过来。啊，来。哎，这个盒子得放在这儿。小心点啊！小心着点，你们别磕了碰了。知道了，知道了。慢点，慢点啊！哎，这个放歪了。哎，我那个保卫盒子给我放好了啊，千万别摔了。帮我一下啊！来了。哎呀，咱们这一走，崇华宫就要落锁了。抬高点儿。你说这清英姐姐还出得去吗？放上去，放上去。太后说让她守孝3年，怕是一辈子都不会放她出来了。谁知道呢？拿过来，拿过来。哎，小心着点儿，别弄脏了。那边轻点儿，那可是皇上赏的。都收拾妥当了。来来来，主儿，你听见了吗？他们咒咱们在这一辈子出不去呢。其他的主位分陆续都定了，搬走了。咱们真要在这住了3年才出去，这宫里还能有咱们立足的份儿吗？若姐姐别说了，主听了岂不更伤心？就你知道，我不也是为主担心吗？我跟皇后说，东西尚未整理完，晚些再搬。皇后替我留了门。你坐吧。
我知道你的心思，你还是不要跟我一起困在这儿，早点走吧。可我哪里都不想去，我只想跟你待在一块儿。况且，我尚能自由进出，到底方便些。方便一时又如何？以太后的脾气，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眼下太后还心烦，等过一阵太后好些了，我和绿云姐姐再想法子去求太后。太后怎么了？太后一直住在寿康宫，还没移居慈宁宫呢。为什么？听说是皇上还在让人修习慈宁宫，大臣都在为这事劝皇上。太后住在寿康宫，到底是名分不正的。都这个时候了，主还在担心太后，太后住哪儿不都一样？当然不一样。太后若是皇上的生母，这一点便不会计较，就是因为不是生母，所以稍不周全就会生了嫌隙，以至于母子离心。姐姐，满宫大臣和众嫔妃都想不出法子解决，姐姐还是先为自己打算吧。皇上，昨儿内府说，嫔妃们的封号都已经由内阁领好，请您定夺。不急，人都还没齐呢，怎么册封啊？青樱妹妹是在守孝，可为了这个沿着其他人的封赏，怕也不好。皇上，慈宁宫要是修葺好了，也好让皇额娘早点入住，说不定皇额娘一高兴，青樱妹妹就可以出来了。若是朕真这么做了，皇娘还是不答应，那朕又得想什么法子迁就她呢？皇后啊，你想简单了。是，臣妾冒失了。往后你多琢磨便是了。朕先回养心殿了，你也回去吧。起轿！臣妾恭送皇上。起驾养心殿。娘娘，移宫是尴尬事儿，依奴婢看，您还是不开口为妙。移宫是面上的，底下事关青樱。唉，这两宫不和，本宫也是为难啊。皇帝还真沉得住气。乌拉那拉氏被关了半个月，他硬是一声不吭，也不来替他求情。太后若想挪去慈宁宫，跟皇上说一声不就得了？何必这样大费周章？哀家若是向皇帝开口，若被回绝，难道还一再恳求？若是皇帝为了青樱来求哀家，那哀家再顺水推舟，提出要移居慈宁宫，那便是一事议一事。还是太后思虑周全，不过皇后和其他主应该会劝皇上的，说不定皇上呢还会亲自来先提移宫呢。那自然是最好了。唉，奴婢看您做了太后，也不比做贵妃时轻松啊。哀家问你，历来后宫里，哪个女人熬到太后这个位子，凭的是什么福气？历代做了太后的，确实不是诞下新帝，就是先帝的皇后。可您殚精竭虑，扶着皇上坐上了95之尊的位子。您做了这个太后，是您的福气，也是皇上的福气。养育之恩，记得一时容易，记得一世难啊。皇帝刚登基，哀家不能让步。趁着他翅膀还没硬，规矩就得立下。诺卿大人为了移宫的事儿和皇上争论了半天，您先喝口茶润润。
秦丽来回话了，慈宁宫已修葺完成，太后可以随时移宫了。皇娘养育朕多年辛苦，务必将慈宁宫修葺至满意，让秦丽好好修，细细修，千万不要着急。这。朕的寝殿里有枚如意结，替朕送到青樱那儿去。可青主正关着守孝呢。他不能出来，你还不能去吗？啊，奴才糊涂，奴才糊涂。还有，架上有本曲谱，替朕一并送到那儿去。奴才这就去办。奴才给青主儿请安。起来吧，王公公。王公公，您可来了，是不是皇上要放我们主出去了？那倒没有，太后的谕旨是要关着青主儿守孝，皇上都不便过来。这不，奴才都是悄悄溜进来的。这是皇上让奴才送来的2样东西。一枚如意结。皇上的意思是希望青主儿事事如意。还有一本乐谱，皇上说，请青主儿闲而无事的时候看看。替我谢过皇上，我出不去，不能面谢圣恩。皇上明白，所以皇上派奴才来向青主儿要一样东西作为回礼。什么东西？皇上说，只要是青主儿的东西就成。这是我刚绣的帕子，烦请王公公交给皇上。这。奴才告退。多谢王公公。公公慢走。王公公，皇后和贵妃那边都来问皇上的消息。今儿的事，要不要禀告一声啊？皇上心思深，这事儿先按着不提，谁都不许告诉我。这。主，皇上果真是念着您的，奴婢还以为皇上这1个月没吭声，是忘了您呢。墙头马上是我和皇上第1次见面看的戏，皇上真是有心了。我得想法子出去一趟。阿若，你去把海棠摘起来。是。臣妾问皇上安。你都跟朕那么久了，怎么见了朕，还是那么怯生生的？臣妾失仪。你一向很少在朕的跟前走动，今儿个怎么突然过来见朕了？先起来吧。
谢皇上。海兰，朕记得你和青音很是要好。臣妾此来，只为求皇上莫忘了姐姐。叶曦，这雨下得太大了，我不想走路，去传轿子来吧。是。在这候着。我进去拿要送去给皇上的点心，一会儿就出来，别把门给锁了。是。臣妾给皇上请安。快起来，快起来！哎，瘦了，也憔悴了，受苦了吧？臣妾有皇上挂念，不苦。朕都没替你向皇额娘求情，怎算挂念？皇上有皇上的难处。你跟海兰交换，没被人发现吧？没有。你看，今儿可真巧，你衣裳的颜色和朕的那么相似。匆忙出来，我又没来得及打扮。无需打扮，心意相通最重要。咱们多久没见了？35天。皇上，臣妾做了几味点心，尝尝吗？好啊，快拿过来。你被关着，还有心思做糕点啊？这3味都是皇上素日里爱吃的，臣妾做惯了。这味藕粉桂糖糕是太后爱吃的，臣妾正学着做，还没机会让太后品尝。味道还是很好，丝毫未见逊色。只不过，就算你再怎么用心，皇娘也未必会喜欢。凡事莫说尽，万一太后过几天就放我出来呢？哎，这糕点酸酸甜甜的，你喜欢的？皇上爱碧萍，本应4时插花，人作花瓣，取其芳香满床，握之神清气爽之效。但是现在点了龙涎香，不插花也是好的，以免乱了气味。朕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你看，这4处的碧萍都是空着的，
趁闲的时候啊，就观赏观赏，把玩把玩，也是挺有意思的。那幅画好像是个什么故事？老来子采衣娱亲，这你都不记得啊？24孝。24孝的第一篇是闵子骞单衣奉亲。你记差了，24孝的第一篇呢是虞舜孝感动天，第二篇才是闵子骞单衣奉亲。皇上心中存有孝道，才会记得如此清楚。24孝第一篇是虞舜孝感动天，说明在世人的心中，百善孝为先，有以君王为典范，宣扬孝道。皇上刚刚登基，政务繁忙，是不是已经忘了在寿康宫的太后？皇娘自己不提，朕就让那慈宁宫慢慢的修葺行进。太后不是自己不提，是把这个表孝心的机会让给皇上您了。朕也想把皇额娘移至慈宁宫，可是你姑母刚过身，逼你闭门守孝，皇额娘独断专行，丝毫不顾朕的感受。太后和姑母积怨颇深，请皇上不要顾及姑母和臣妾，以免坏了母子天和。朕当然希望以天下之力来安养皇额娘天年，只是朕才刚登基，皇额娘就如此雷厉风行。臣妾只求皇上为天下之表率，为百姓尽福，千万不要以臣妾一己之身为念。可是朕的心里总有道过不去的坎儿。朕的亲生额娘，皇上的亲生额娘只有太后，她现在住在寿康宫，等着皇上去接她，住慈宁宫。皇额娘多年专政，在朝中与宫中都颇有权势，只一个讷亲，便是皇额娘族人，权倾三朝。若是朕事事都迁就皇额娘，那朕岂不是被她牵着鼻子走？皇上，那不是迁就，那是孝顺。在后宫，皇上可以对太后孝顺有加；在前朝，以皇上的才干和魄力，足可以威慑天下。